家人们，你们敢信吗？我在陕西看见海了。我抽机票盲盒抽中了陕西榆林。上次在甘肃看见雪山，我已经够震惊的了，但没想到这次大西北又给了我个大惊喜。刚一出机场，我就先被沙尘暴来了个下马威，漫天的黄沙遮天蔽日，打开窗户，你以为外面是世界末日。我说这黄土高坡可真是名不虚传。那既然如此，就先去看看窑洞吧。于是我们就开车去了米脂。说到米脂，就不得不提一句陕北名言：米脂的婆姨，绥德的汉。什么意思呀？米脂这个地儿出美女，甚至还专门有个米脂婆姨一条街。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就站在这街上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看见一个婆姨，还吃了一嘴沙子。我说算了，先吃饭吧。气得我把这儿特色的好吃的全点了一遍。那个敏捷是用12个小碗自己调口味的一种面食，有点西红柿味儿，还带这种奇香。碗托是用荞麦面做的，真的是一个碗的形状，切成条条，淋上辣椒油，再撒上麻辣羊肝。哇塞，那口粗犷的味道真的是到现在都忘不了。还有这个贼筋道、贼入味的驴板肠，塞得满满当当的肘子夹馍，硬的能敲出响的小饼，还有水果也格外的甜。然后离开米脂，我们又开车去了绥德，不是为了看绥德的汉啊，这回真的是为了看窑洞，因为平凡的世界就在这儿取的景儿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山上都是窑洞圆圆的拱门，它们就像是从山里长出来的，嵌在山里的。你爬山就是在爬窑洞，踩着人家的房顶往上走。走近看呢，每一孔洞就是一个房间，虽然是用土做的，但给你感觉特别结实。从山顶往下看，平静的村庄田野在山谷之间卧着，红红的夕阳照着，呼呼的西北风吹着，一切都是那种未经修缮、朴实无华的美。那景儿美，人也得美。我就把自己也扮成了陕北农民的样子。租我衣服的爷爷就是这郭家沟村的村民，他从他的百宝箱里翻出好几件衣服让我试，还特别耐心的教我怎么摆拍，但我怎么都学不出人家那种乐观又洒脱的样子。差不多挣到天黑，我说把衣服还了吧，结果爷爷说一共8块钱，8块钱。就陕北人民还能再憨厚再朴实一点吗？好不容易有个剧火了，在你们这儿拍，你们这儿变成景点了呀，你挣我8块钱。然后我才意识到，老爷爷自己不就是这绥德的汉吗？他们不只是帅气，更是勤劳简朴、踏实诚实，永远默默付出却不计较些什么的那群人啊。今天在黄土高坡待了一整天，风沙又大，今晚我得好好洗个头，就用一下这个青阳男士防脱洗发水。前一阵子我不是频繁换颜色吗？头皮很容易油，但是头发又很干枯毛躁，我就很担心头发都掉没了，所以出门旅游我都自带这个，专门为男士定制。这里面的防脱黑科技固发芯，从头皮根源进行固发，洗完再搭配一个防脱精华液，长效滋养毛囊，远离地中海。有了头发才能继续做男明星呀。经过第一天风沙的洗礼，第二天果然是晴空万里，我们就开车来到了靖边县的波浪谷。你就很难想象，在一众黄土高原之中，怎么能冒出来红红的石头和碧绿的水？这里各种奇峰怪石耸立，深深的峡谷一望无际。你在一线天当中错身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觉得这是大自然的奇迹。丹霞地貌大家都看过，但这里还是不太一样，因为峡谷高差大，它让你360度全方位观景，每一座山都至少从不同的角度看3次。走过这里蜿蜒曲折的道路，你才知道什么叫横看成岭侧成峰。你努力向上攀爬的样子，也许是别人眼中最美的风景。如果说这样的峡谷就是鬼斧神工，那神木的红碱道就更是老天爷赐予这片土地的明珠。它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湖，说是个湖，你说这和海有啥区别？你登上快艇在湖面上飞驰，咸咸的湖水就拍打在你的脸上。你登上湖中央的小岛，玩滑草、骑骆驼、坐越野车，周围是碧海蓝天，中间是黄沙漫天。你开着卡丁车飞驰，岛上的每一粒沙子都能感受到你的快乐。回到岸边，一边是沙滩，一边是大海，一边是草原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无比浪漫。你骑着马儿听涛声依旧，你荡着秋千，心中再起波澜。陕北人民也许不是最会做生意的，他们手里捧着珍珠，不卖给你，却分享给你。他们不耍小聪明，心中却有大智慧。无论世间万物如何变化，他们永远拿出最朴素的宝藏，憨憨地告诉你，陕北值得。我抽机票盲盒又抽到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儿，怀化。我说怀化是哪儿啊？一查湖南的。
那肯定好吃。再一看，它还和贵州、广西交界，有好多少数民族。我说那肯定好玩，所以咱说走就走，直接就登上去怀化的飞机。还没降落，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地儿好绿呀，那一个个小山包就像一个个小苔藓，还有很多梯田，长得就像水彩画的调色盘一样。下了飞机进了县城，感觉也是一片郁郁葱葱，路两旁这些商店挤在一起，保留着很古老的那种广告牌的样子。那来湖南最不能错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嗦粉，正好我的摄影师是湖南妹子，她就跟我说，在湖南找好吃的就在学校附近找，所以我们就在芷江二中旁边随便找了一家粉店，果然很好吃。我们点了牛肉粉、鸭肉粉，还有肥肠干拌粉，还加了鸭脚、鸭腿。这一口粉嗦进去，直接把我干服了，好吃到跺脚，跟那个葱香、肉香、辣椒香混在一起，香辣上头，吃的我直冒汗。怎么能这么好吃？我都没有形容词了。然后嗦完粉呢，我们就去了一个叫龙津风雨桥的景点。一开始以为是那种文化景观，就很无聊，结果好玩到我直接在里面待了1个下午。就因为它表面上是一座桥，其实里边是一条商业街，旁边还有小亭子，亭子上面还落着塔，塔下面又是河，就很多本地人在里面打牌、下棋、吃饭、乘凉，甚至是跳广场舞。所以我就马上入乡随俗，直接去拖鞋大世界买了一双拖鞋，就踏拉着在这个桥里面闲逛。这里边不光是卖衣服、卖鞋、卖帽子的，甚至还有看牙的。哎，我说这个店怎么给自己起名叫乱七八糟呀？走近一看，发现他卖的那吃的就叫乱七八糟，还有点像关东煮，但是香辣版的，就那个海带、豆干还有魔芋，入味极了，贼拉好吃。还有这个冻古老酸萝卜，就把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全都腌了或者炸了，然后凉拌到一起。我就在这桥里边边吃边逛边玩，累了就在亭子边歇歇，水边就吹来徐徐的风，又惬意又幸福，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。即使最后出去发现车被贴条了，我依旧很开心。然后离开风雨桥，我们就去了怀化另一个县，叫通道侗族自治县。到这儿已经是晚上了，所有的建筑上面都用这个小彩灯围着，屋檐都是那种翘起来的，就很有侗族风情。还遇到我的小粉丝，他们就跟我推荐一定要去侗寨好好体验一下侗族的生活。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直接住在了这个侗寨里边。这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外面一片漆黑，只能听到青蛙的叫声。今天玩了一天也挺累的，幸亏带了这个欧莱雅真 C 瓶，熬夜暗沉出油都不怕。你看这个水溶质地，上脸水润润的，吸收巨快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也透透亮亮的，根本不像熬了大夜，再化妆也一整天都不氧化。直到早上起来我才看到整个侗寨的阵容，给你一种桃花源的感觉。木屋高高低低，但是又错落有致。懂事的小孩，卖豆腐的奶奶，划竹筏的大叔，你买一根冰凉凉的菠萝，走在这个石板路上，你就觉得好像是自己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，不用写暑假作业，也不用担心时间流逝。中午坐在水边吃个碱面，再嗦个扁粉，吃完就昏昏欲睡，然后就真的能睡一觉。就有时候觉得这种不要有目的哪儿都不用去的旅行才最幸福。你就在这儿坐着，然后你就很快乐。睡醒了，我给自己租了一套侗族服饰，50块钱一套，不限时。团队的小伙伴也一人一身，叮叮咚咚的，穿上就忍不住想跳舞。晚上又去吃了合拢宴，就一群不认识的人坐一个大长桌。刚开始确实有点尴尬，但这歌舞一起来，我和旁边的大叔马上就融入进来了。他们问我要不要体验一下高山流水，我以为是什么好事儿，结果最后晚上还去看了侗族的歌舞表演。不要以为是专业的团队哦，就是住在这个寨子里面的农民，他们下午还穿着干农活的衣服在排练，个个都是能歌善舞。就看他们演出，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原生态的真诚和朴实。看完表演也该离开侗寨了，在怀化只有最后1天的时间，但怀化太大了，还有很多县我们都没有时间去，所以我们决定在盲盒的基础上再开一次盲盒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放到下一期再说，敬请期待。